今天我们要聊聊的是脂肪肝考，一个许多人以为不痛不痒就无所谓，实则暗藏大危机的沉默杀手。体检报告上出现脂肪肝4个字时，很多人往往不以为意，反正没症状，不影响生活嘛。但医生严厉警告，得了脂肪肝这3样东西打死也别碰，否则长期下去，下一步就是肝硬化甚至肝癌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脂肪肝的隐忧，以及哪3样东西一定要戒掉，才能避免悲剧发生。首先我们得了解脂肪肝到底有多常见，又有多危险。星光医院肝胆科医师张立文曾指出，台湾成人脂肪肝的盛行率已超过50%，也就是说每2个人就有1人肝脏里藏着过多油脂。不要以为只有胖子才会得脂肪肝，瘦瘦的人一样可能中招。脂肪肝可分为酒精性与非酒精性2大类，后者常与现代人饮食作息有关。更可怕的是，脂肪肝早期通常完全没有症状，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，因为肝脏内部几乎没有痛觉神经，即使发炎受损，初期也不会传出疼痛警报。所以很多人是在例行体检或超音波检查时，偶然发现自己得了脂肪肝。当你感到肝区隐隐作痛，出现疲倦、食欲差，甚至肤色发黄等症状时，往往问题已经变得严重。也就是说，脂肪肝不痛不痒，但并不代表没事，它其实是一个全身代谢失调的表现，是健康亮起的红灯信号。那脂肪肝有多大的风险呢？张医师提供了一组发人深省的数据，如果脂肪肝持续存在长达10数年不加控制，约有1成的患者会发展成为肝硬化，而一旦演变到肝硬化，在接下来10年内，大约有2到3成的患者会因肝病相关原因而死亡。换句话说，脂肪肝就是肝硬化，肝癌的前奏与温床绝对不可轻忽。许多肝癌患者回溯病史，开头往往只是脂肪肝，由于没有症状而疏于管理，最终一步步走向悲剧。医生常说，脂肪肝到肝癌只需3步骤。第一步，肝脏堆满脂肪，产生脂肪肝。第二步，肝细胞不堪负荷，开始发炎坏死，久而久之形成肝硬化，肝组织纤维化、结节化。第3步，在硬化的基础上，有可能诱发细胞癌变，出现肝癌。当然，并非每个脂肪肝患者都会走到最黑暗的终点，但谁也不想成为那不幸的少数。更何况，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，肝脏损伤通常已不可逆转，只能拼命延缓恶化速度。而肝癌更是凶险，一经发现，往往已是晚期，治疗困难重重。所以，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从第一步走到最后一步，在危险尚未发生前，就应当踩下刹车，逆转命运。好消息是，早期单纯性脂肪肝其实是可以逆转的。肝脏是个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器官，只要及时改掉伤肝的坏习惯，让肝脏减负休养，多数情况下脂肪肝是完全可以好转甚至消失的，不需要特殊药物，不需要开刀，关键就在于调整生活方式。一句话说透就是管住嘴，迈开腿。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治疗脂肪肝的最佳良方。反之，如果明知自己肝脏出了问题却不忌口不节制，每天继续让肝脏处于高负荷状态，那等于是亲手把肝脏推向硬化癌变的深渊。那么得了脂肪肝究竟有哪些东西是打死也不能碰的呢？总结专家们的研究与临床经验，有3大类食物，饮品对脂肪肝患者而言宛如剧毒，务必要严格远离。现在我们就来一一揭晓这3样东西及其可怕之处。首先第一样，也是最明显的元凶，就是酒精。很多人的脂肪肝其实拜酒精所赐。酒桌上推杯换盏，你可能想不到，每一滴下肚的酒都几乎完全要靠肝脏来代谢。当酒精进入人体后，超过90%由肝脏负责分解，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乙醛的有毒物质。乙醛就像烈性炸弹，直接伤害肝细胞，并干扰肝脏正常的脂肪代谢功能，导致更多脂肪在肝细胞内沉积，久而久之肝脏被脂肪占据，这就是酒精性脂肪肝。如果你每天豪饮，酗酒成瘾，情况更糟，肝细胞不断被乙醛攻击，会引发肝脏慢性发炎，出现酒精性肝炎，接着肝纤维组织大量增生，
最终硬化。一旦硬化发生，即使戒酒也无法让疤痕组织消失了。因此，医生一再强调，有脂肪肝的人绝对要滴酒不沾。就算是普通人，长期大量饮酒也有极高几率演变出脂肪肝。有人或许心存侥幸，我只是在应酬，喝的也不算多，应该没关系吧。但事实上，每个人的肝代谢、酒精的能力不同，没有一条清晰的安全线可以保证，喝到这里就不会伤肝。再加上酒精伤肝没有立即性，你昨晚喝的不省人事，隔天肝区也未必疼，可能还觉得自己酒量练出来了。然而肝脏的损伤却在悄悄累积，等到若干年后爆发时，往往已经太迟。更何况酒精除了导致脂肪肝和肝硬化本身，它还会提高其他癌症风险，比如口腔癌、食道癌等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生率也因饮酒明显上升。长期酗酒的人生活往往一团糟，除了肝衰竭风险高，还可能发生焦虑、抑郁等心理问题，可谓身心俱毁。因此，无论为了肝脏还是全身健康，远离酒精是第一要务。对脂肪肝患者来说，戒酒是最基本的要求。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，其他努力都形同白费。再来第二样致命的东西，就是高糖分的饮料与食物。现代人爱吃甜的远胜从前，各种含糖饮料、甜点几乎不离手。然而对肝脏而言，糖跟酒一样具有危险性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糖分摄取过量时，身体会把多余的糖转化成脂肪，主要是三酸甘油酯，储存在肝脏里。我们平时吃的精致碳水化合物，比如蛋糕、饼干、白面包和含糖饮料，比如手摇奶茶、可乐加糖果汁，都是高糖陷阱。一杯手摇饮动辄含有20-30克糖，这些糖大部分是果糖的形式存在。果糖在体内的代谢途径不同于葡萄糖，它几乎直接在肝脏代谢并迅速转化为脂肪，因此对造成脂肪肝特别高效。当你猛灌含糖饮料时，血糖短时间飙升，胰脏被刺激大量分泌胰岛素来降血糖，但胰岛素也会促使肝脏把过多的糖分合成脂肪存起来。长期下来，肝脏仿佛被当成仓库，不停地堆进油脂，慢慢就被脂肪塞满，变得肿大。甜蜜的背后其实是肝脏在默默变成肥肝。更糟的是，肝脏机制会让你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差，称为胰岛素阻抗，胰脏只好分泌更多胰岛素，如此恶性循环，最终可能导致第二型糖尿病和肥胖症。而糖尿病和肥胖反过来又会加重脂肪肝的进程，一环扣一环，健康每况愈下。有研究甚至指出，含糖饮料对肝脏的伤害不亚于酒精。有些每天喝好几罐汽水的人，肝脏状况跟酗酒的人差不了多少。因此，得了脂肪肝的人务必要戒掉所有含糖的饮料，什么奶茶、可乐、果汁、运动饮料，通通说再见，改以白开水、茶饮等无糖饮品取代。如果真的嘴馋想吃甜食，偶尔一小份即可，千万别天天吃，顿顿吃。有些人平时正餐吃不下多少饭，却爱喝饮料或吃蛋糕当点心，这种习惯非常危险，一定要改。营养师提醒我们一个简单原则，想要肝脏好，远离高糖分。出门买饮料请习惯点无糖或微糖，如果当天已经吃了甜点，就不要再碰含糖的水果或饮料，控制每日总糖量。在超市选购食品时，也要留意配料标示，像是玉米糖浆、果葡糖浆、蔗糖等字眼，含义就是糖，尽量避免。总之，让肝脏休息的第一步就是减少过量的甜腻负担。接下来第三样要打死也不碰的，就是高脂肪、高热量的食物。很多人一听脂肪肝就觉得是吃脂肪吃太多造成的，这也不无道理。特别是富含不良脂肪的食物，对肝脏威胁极大。这里所说的不良脂肪，主要指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。反式脂肪是一种人工氢化处理后的油脂，广泛存在于加工食品中，例如糕点饼干、酥皮点心、人造奶油、奶精，以及多数油炸食品。反式脂肪的特点是便宜好用又美味，可以让饼干蛋糕酥脆可口，延长保存期限，但对人体而言却几乎无法代谢。一旦吃进去，就容易在血管和肝脏里堆积，
促使肝脏发炎，直接增加肝脏脂肪含量。不少爱吃零食或常吃炸鸡薯条的人，体内的反式脂肪含量都偏高，长此以往，肝脏健康堪忧。至于饱和脂肪，则主要存在于动物性油脂中，比如肥猪肉、肥牛肉、培根、香肠、牛油、猪油，以及椰子油、棕榈油等热带植物油。烧烤油炸的肉类、浓郁的奶油蛋糕、油滋滋的卤肉饭、肥美的红烧肉，这些让人口水直流的美食，背后都有一个秘密，含有丰富的饱和脂肪。一两口解馋问题不大，但过量摄取饱和脂肪会导致坏胆固醇、低密度脂蛋白升高，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，同时也会促进肝脏合成更多脂质，加剧肝细胞的脂肪堆积。很多有脂肪肝的人同时伴随高血脂、高胆固醇问题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平时饮食中油脂热量超标，肝脏很容易变成肥肝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脂肪和糖往往形影不离。想想看，汉堡薯条高脂肪，通常配可乐奶昔，高糖炸鸡配啤酒，一餐下来糖分和脂肪双双爆表，等于对肝脏来个双重暴击。在这种饮食习惯下，想不得脂肪肝都难。所以为了保护肝脏，请敬而远之那些充满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的食物，少吃油炸品、加工糕点、肥肉、动物皮、奶油甜点等等。如果一时嘴馋大吃大喝了高油高糖的食物，之后记得弥补，接下来几天要清淡饮食，多吃蔬菜，让肝脏缓口气，把多余的能量消耗掉，千万不要颓废，连续暴饮暴食下去。总之，高糖高脂的饮食模式正是现代脂肪肝年轻化、高发化的主因之一，我们务必要引以为戒。除了上述三大类毒药般的食物，其实还有一些日常习惯也会让脂肪肝雪上加霜，比如熬夜和久坐不动。很多人白天上班忙碌，缺乏运动，晚上又熬夜追剧，打电玩到3更半夜，睡眠不足会扰乱身体的代谢节律，肝脏得不到良好休息，长期下来更容易累积脂肪。另外，缺乏运动则导致热量消耗减少，吃进去的养分消耗不了，就全变成脂肪存起来，不知不觉间肚子上长出了游泳圈，肝脏里也塞满了油。研究显示，长时间坐着不动与脂肪肝的发生高度相关，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上班族、驾驶族看似体重正常，却检查出脂肪肝的原因。再者，乱吃药、乱吃保健品也可能伤肝，有些减肥偏方或来路不明的中草药、保健药丸都可能含有损肝成分。如果一个人本来就有脂肪肝，再额外因药物毒性伤肝，无疑是落井下石。此外，情绪压力过大也会间接影响肝脏代谢功能。在中医观念中，怒伤肝虽然未必那么直接，但长期处于压力和紧张下，的确可能造成内分泌与代谢失调，不利于肝脏健康。总而言之，脂肪肝的成因往往是多方面的综合作用，包括饮食、运动、睡眠、压力、遗传等因素，但饮食无疑是最关键也最可控的部分。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戒除以上3样高风险的饮食地雷，因为这是保肝的第一步。看完了3不碰，可能你会问，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才能把已经长出的脂肪肝逆转呢？别忘了我们之前说的好消息，脂肪肝在初期是可以改善甚至消除的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做出改变。国际上虽然近年来研发出一些治疗脂肪肝相关肝炎，例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NASH 的新药，但价格极其昂贵，动辄每个月花费数万台币，而且疗效仍在评估中，远没有生活调理来得安全可靠。张立文医师就提醒，与其日后花大钱买药，不如现在就管住自己的嘴，多动一动腿，这样才能避免未来为肝病付出沉重代价。那么具体来说，专家建议脂肪肝患者5要做的行动准则如下。第一，要控制体重，适当减重。别怀疑体重超标是非酒精性脂肪肝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。许多研究显示，只要减轻体重约 5% 到 10%， 肝脏脂肪含量就会大幅下降，肝指数也会改善。所以如果你属于超重或肥胖族群，减重是改善脂肪肝的关键一招。当然，减重要用健康的方式，切忌过度节食或乱吃减肥药。
过度节食会让身体进入饥荒状态，反而可能因营养不均衡导致肝脏代谢紊乱，而快速减重过程中脂肪大量分解，也可能一时堆积在肝脏引发肝炎。因此建议循序渐进，一周减个 0.5 到1公斤为宜，同时搭配运动增加肌肉量，提升基础代谢率，才能有效且持久地减重不复胖。对某些轻度脂肪肝、体重正常的人来说，或许不需要减重，但也要维持体重在适当范围，避免日后体重上升，让脂肪肝恶化。第二，要调整饮食，均衡营养。饮食控制并不意味着挨饿，只是要吃得聪明，吃得健康。营养师称脂肪肝是万恶之源，因为它常和不良饮食习惯绑在一起，也会引发包括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在内的一系列代谢问题。所以改善脂肪肝的饮食原则可以简单归纳为3少3多，少油、少糖、少精制淀粉，多蔬菜、多优质蛋白质，多高纤谷物。少油就是减少烹调用油和高脂肪食物的摄取，例如烹饪方式以清蒸水煮为主，减少煎炸红烧。肉类选择瘦肉，去皮的白肉，如去皮鸡胸肉、鱼肉。奶制品选低脂或脱脂，沙拉酱和奶油能免则免。少糖前面已详细说明，就是戒掉含糖饮料和甜食点心，连带地也要少吃含高果糖的加工食品，如果干、蜜饯以及添加糖的酱料等。少精制淀粉则指尽量少吃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面包等精制谷物，因为它们缺乏纤维，容易引起饭后血糖飙高，诱发肝脏制造脂肪。不妨用全谷杂粮来替代一部分精白淀粉，例如以糙米、燕麦、地瓜、南瓜等富含纤维的主食替代白米白面，这样不仅增加饱足感，还能让血糖上升趋缓，有助于控制食欲和肝脏脂肪合成。再来看看3多多蔬菜，每天至少摄取300公克以上的各类蔬菜，深绿色、红色、橙色蔬菜均衡摄取。蔬菜富含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，有助减少发炎并促进肠道排除胆汁中的脂肪。适量水果，一天1到2份水果即可。水果虽有维生素，但也含糖，不可过量。多优质蛋白质，意思是确保蛋白质的摄入量充足，且选择健康来源，比如鱼肉、鸡肉、去脂的豆制品、蛋清等。充足的蛋白质可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也能增强代谢功能。但要注意避免摄取过量蛋白质，特别是有些健身人士狂灌高蛋白粉，反而可能让多余的蛋白转化成脂肪或增加肝肾负担。一切适度为原则。总之，饮食方针可以一句话来概括：地中海式饮食被公认对脂肪肝有帮助，也就是多蔬果、坚果、鱼肉，搭配橄榄油等不饱和脂肪，少红肉和加工食品。当然，每个人的饮食调整还需考虑自身条件和其他疾病，最好咨询营养师或医生给出适合的菜单。但整体而言，只要遵守以上均衡原则，你的肝脏一定会慢慢变好。第三，要规律运动，提升代谢。俗话说3分治疗7分运动，虽有点夸张，却凸显了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。对脂肪肝患者来说，运动有2大益处，一是消耗多余能量，减少脂肪囤积；二是增强心肺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，改善代谢状态。运动还能帮助减重，维持肌肉量，防止基础代谢率下降。那应该怎么运动呢？其实不需要做什么高难度的训练，重点在于持之以恒。建议每周至少进行5天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每次30分钟以上，比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骑脚踏车、有氧舞蹈等，让心跳加速到微微冒汗的程度即可。如果能搭配每周2到3次的肌力训练、重量训练、阻力运动，效果更好。肌力训练可以增加骨骼肌含量，肌肉是耗能大户，增肌可以让你即使在休息时也燃烧更多热量，对减脂非常有利。很多研究已证实，有规律的运动可显著降低肝脏脂肪含量，即便体重没有明显下降，肝细胞内的脂肪滴也会缩小变少，肝脏发炎指数也会改善。关键是要找到自己喜欢且能长久坚持的运动方式。从今天开始，抬头挺胸走出家门，每走一步都是在拯救你的肝脏。
如果工作忙碌抽不出整段时间，可以把运动拆零，比如上下班多爬楼梯，走路代替搭车，午休做个10分钟伸展操等，累积活动量。一句话，别再整天坐着不动，让你的肝脏囤积脂肪，动起来。燃烧的脂肪就是在为肝脏减负。第四，要充足睡眠，规律作息。也许你想不到，睡觉也能影响脂肪肝。现代医学研究发现，睡眠不足或作息颠倒会扰乱体内生理时钟，使得肝脏的代谢节律发生混乱。例如，深夜还进食宵夜，肝脏本该休息，却不得不加班工作，久而久之更容易出问题。同时，熬夜会使压力荷尔蒙升高，促进脂肪合成和囤积，对肝脏非常不利。因此，养成早睡早起、规律作息的生活方式，对肝脏康复有着潜移默化的注意。很多脂肪肝患者其实也是长期晚睡的人，夜深人静时特别容易嘴馋吃点东西，热量过剩又更不易消化，这些坏习惯都要改掉。给自己设定一个固定的就寝和起床时间，确保每晚有7到8小时的睡眠。不仅如此，良好的睡眠能减少体内发炎反应，提升免疫系统功能，整个身心状态都会改善。有人调侃说，睡眠是最好的补药，对于想养肝的人来说更是如此。夜里11点到凌晨3点被认为是肝脏修复解毒的重要时段，最好在此之前就寝，让肝脏有充足时间完成自我修复。总之，不要小看每天早睡1小时的作用，长期坚持，肝脏一定会感谢你的。第五要定期追踪，保持良好心态。有了前面4项行动，脂肪肝基本上已经在慢慢逆转中，但我们仍需定期观察身体的变化。一方面，建议按照医生指示回门诊追踪，定期抽血检查肝功能指数，如 GPT、GOT， 并搭配肝脏超音波了解脂肪肝的改善情况。刚开始可以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，情况稳定后每年检查即可。透过定期追踪，可以掌握自己的肝脏恢复进度，也能及早发现是否有肝纤维化的迹象。一旦发现不对劲，可以及时介入治疗，避免拖延。另外一方面，保持乐观良好的心态也很重要。很多人在发现脂肪肝后心情沉重，甚至自暴自弃，觉得反正都这样了，不如继续吃喝。千万别这样想，应该抱持积极的态度看待它。脂肪肝既是警讯，也是转机，提醒你该好好爱惜自己了。我们看到太多人通过努力成功扭转了脂肪肝，恢复了健康的肝脏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悲观沮丧，取而代之的是把它当成改善生活的动力。每天给自己一些正向的心理暗示，例如我正在变健康，我的脂肪肝正在消退。压力大时，可以透过运动、听音乐、与朋友聊心事等方式舒缓情绪，避免把不良情绪闷在心里。要知道，情志不舒也会伤肝，快乐开朗的心境有助于肝脏机能调节和免疫力提升。养肝其实就是在养生，重拾健康的同时，整个人也会变得更有朝气。总结一下，脂肪肝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对它掉以轻心。千万别被脂肪肝只是小毛病这种迷思蒙蔽了双眼。一旦确诊脂肪肝，就要严肃看待，尤其记住我们今天强调的3样东西，绝对别再碰酒精、含糖饮料、甜食以及高脂高热量的垃圾食物。这3大元凶不除，其他任何保健都徒劳无功。同时也别忘了采取5要做黄金法则，控制体重、均衡饮食、规律运动、充足睡眠、定期检查并放松心情。这些听起来老生常谈的健康要点，正是逆转脂肪肝的制胜关键。也许有人觉得改变习惯很难，可是想想看，肝脏是沉默的工作狂，它为你默默服务了一辈子，难道不值得你为它改变吗？让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来善待自己的肝脏吧，戒掉那伤肝的酒杯和甜食，丢掉沙发上的懒散习气，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。当你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脂肪肝真的在慢慢消失，精神变好了，肚子变小了，整个人焕然一新。到那时，你一定会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最后，用一句话作结：肝好，人生就好。肝脏健康是人体的根本之一，护肝就是在捍卫我们的生命品质。
别等到肝硬化甚至肝癌找上门才追悔莫及。现在就行动起来吧！记住医生的忠告，得了脂肪肝，以上这3样东西打死也别碰，改掉不良习惯，加强自我管理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完全有机会将脂肪肝逆转，远离肝硬化与肝癌的阴影。愿每一位读到这里的朋友都能从今天开始爱肝护肝，享受健康幸福的人生。健康的生活从拒绝伤肝的东西做起，您的肝脏一定会回报给您一个光明的未来。祝大家都拥有一颗强健而充满活力的肝。